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梦哥。刚刚有个车友私讯我说，他有一台车要卖，2021年款红色的 CB60啊，只跑了6000多公里，哇！所以我现在二话不说，马上放下手边工作，待会跟他约在那个石门洞的停车场那边碰面，来去看他的车，希望能够跟他的照片看起来是一样的漂亮。事不宜迟，快迟到了，待会见。你们想在哪边拍？这里吗？全身的，好 ，OK， 下一个，1、2、3，好，再来 ，OK， 要不要这边拍一张 ？OK， 哦 ，beautiful， 所以，来1、2、3，呀，来再一张哦，等一下哦，后面有人，等一下，好，挡到了 ，OK， 好来1、2、3，直的一张 ，OK， 1、2、3。OK， 不客气。刚刚那几位马来西亚小姐真的有够够追，身为一名 YouTuber 啊，不小心职业病就犯了。看到他们需要帮助呢，就赶快过去就帮他们拍个照。好了，赶快，那个已经快迟到了，快2点半了。哦，看来对方到喽，应该是那一台。Hello， 邱先生吗？嗨，你好。哇，好险！我真的是放下手边工作来看这台车。我告诉你，何浪来看一下这台车啊，刚找何浪过来，何浪呢刚被我挖过来说，要不要骑个车，顺便来看车，真的好漂亮。他的这个车，我觉得前车主他是第2手车主，几乎没什么在骑，里程数6000多公里，大概6200公里而已，非常新。然后整个车漆顾得很好，而且重点是前车主或这个人车主完全没有倒过，完全没有倒过的车，基本上就是外观可以保证很漂亮。然后再来它的胎纹，胎纹也是原厂胎，胎纹虽然有一点年纪，超过3年多的胎，但是很干净，很漂亮，可以说顾得很好啦。整台车很新。那再来呢，就是来跟车主谈价格。那我们来找车主谈一下好了。好，各位，那个价格谈的差不多，那重点是我来试一下车，车如果没问题，待会就直接付定金。哦，它这个原厂离合器没有改装的，有点不习惯，行程比较远一点，但是骑起来是 OK 的。哦，这边是那个摩托车的练习场，来大概试一下声音。哇，这个声音没有问题，听起来非常好，声音非常好听。这个车目前我买第3台了，所以这个声音一听，我大概知道它的引擎 O 不 OK。基本上这样引擎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。如果你没有去2改2超，这个引擎非常耐用。这个车的引擎也已经出来10年了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所以基本上它已经很稳定了。OK 啦，跟邱先生谈好价格了。那邱先生是从什么时候认识我的频道呢？从我跟乐乐拍那集咖喱片的时候，很久了呢，1年多前了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个蛮久的时间了。我想一想，我也蛮神奇。我从拍美发到拍美食，最后拍机车，现在卖重机。刚刚讯息有人问我说：“孟哥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我本业是做美发，那其实以前做厨师啊，但我同时是做厨师跟做美发，因为我有卖甜点。卖提拉米苏，顺便工商一下，我提拉米苏好吃，全省7店到店宅店。2手重机是因为刚好有一次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拍这个企划吗？这讲起来有点好笑，我再讲一遍啊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。就是有一次，就是很多汽车 YouTuber 不是会有厂商邀请他们去拍那个新车发表会，对。然后因为我太小咖，都没有人邀请我，那可是我又很想拍，但没有邀请我，没办法去拍啊，我就觉得很苦恼。然后那我好想拍别的不同的车，我不想再永远一直拍汽车旅行，我想要介绍一点车子，因为这是我的兴趣。然后我就跟我一个朋友聊聊说，那你就不如买一台车回来拍啊。我说靠，真假？然后你买完拍完再卖掉啊，就这样，然后就这样开始。本来只是单纯的想说骑个4个车拍一拍就好了，对啊，就你知道那种讨的碎的皮，不知不觉就做到
在卖二手重机。时间几号啊？11月30嘛，现在是3点23分，15时。这边给你签就好了，谢谢。那你放这边。最近跟这台车真的超有缘的。上次花莲也是红色的，这一次也是红色的。那这次呢，终于不用跑那么远就购物了啊。这个车主住台北，我们今天礼拜6，我跟他约礼拜1去台北市里那边监理站过户，然后再把它骑回来。那骑回来也好了，因为我觉得一台车要完整的了解它，至少要骑1-2个小时，你会比较知道它的状况。就算它车很新，我觉得还是要骑过去了解它的声音也好，或者是它骑回来的那种震动的回馈给我的感受，那我就会知道这台车有没有问题。回来了一样，该换的换，该检查的检查，那我们就等礼拜1过户啦。耶，各位，现在在士林监理站刚刚过户好了。那待会晚上还有一台 CB300R 要看，看那个照片也是一台很漂亮的车的，而且是一手女用车哦，黑色的。那现在差不多下午4点左右，跟那个下一个车主约大概6点半。这个空档要干嘛呢？找个咖啡厅来坐一下好了。顺便刚好我有带电脑出来，为什么要带电脑出来呢？因为我现在片子越签越多啊，只要有空呢，我就要赶快剪片。好，那我们来找一间不错的咖啡厅坐一下吧。现在我在那个天津街这边喝咖啡，等下一位车主出现。希望待会看到那台 CB300能够跟照片一样的漂亮。希望今天一次2台。那现在在等的时间呢，继续努力剪片，等车主来了。嗨，我们的车主来了，非常年轻，你看起来应该刚满20岁而已吧？只有20。差不多，好准，还是学生？还是学生。大几？大2、大3？大3。那骑档车骑多久了？1年半左右。1年半了。对。这台车真的很少骑耶，你骑几年了？就是刚考到驾照也是1年半差不多。哦，所以才骑5900公里而已。对。超级新。那之后想换什么车 ？CBR60。CBR60啊，好车。刚刚你看到那台红色 CB60啊，也是美车。这个4缸的声浪真的是百听不腻，真的很好听，不用改管就很好听。对，如果你改4血管，哇，那个声浪销毁。原后啊，在台北市骑应该会吸引非常多人关注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车吧。好啊。哎呦，看起来应该这是油漆吗？晚上看车哦，就是有时候看不太准。OK， 各位刚问的车主了，这不是漏油了，这是他们打蜡。他们昨天呢，为了要让人家看车呢，很多地方都有打那个塑胶油的蜡，但这个打蜡上去就看起来油亮亮的，那晚上看就很像漏油。好，刚跟罗小姐讨论过后呢，因为价格有一点点，各自心中都有点落差，那我们回去再评估一下，然后罗小姐考虑一下。对啊，反正交个朋友嘛，对，也知道我频道嘛，对不对？要多一个观众啊。OK， 谢谢啊，准备回基隆了，谢谢，拜拜。OK， 各位，刚刚那台车其实没有不好，但是就是因为外观需要花点钱整理，因为他们都没在骑，有时候反而没有在骑的车呢，反而就是没顾得那么好了。那有在骑，你就会想要顾嘛，想要多擦一下，多清洗一下。那刚刚那个车主说他本身很少骑。所以链条也可能都没有特别去注意到它，所以那个链条回来呢，换大概就要4000块左右，就是换好一点的油封链条。然后油箱那2个烤漆呢，大概也要一片至少要2000，2面嘛，就要花4000，然后再加上回来机油保养，所以这台车回来最少要花1万。然后再加上刚刚价格呢，会当然跟他想有点落差，所以他就需要再考虑一下。那之后再看他考虑的如何，有机会呢还是会买回来，因为整理完也是一台很漂亮的车啊。但不整理呢，就有点违背我要做这个企划的初衷了。就是当然我可以买回来现况轿车，但是那不是我想做的。我就是想要把它整理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让下一个骑回去的人完全没有后顾之忧，而且可以骑得很快乐，然后看得赏心悦目。这才是我这个企划最主要的一个方向跟目标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基隆了，看后续怎么样，再跟大家说。哇吼！
兰博基尼，好帅啊！One eternity later. 虽然这台车看起来没有多大的问题，但是还是要来给小赖检查一下。嗨，又来找小赖了。这是我买回来第3台60啊，但是我发现这台回来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头灯的那个照射范围好像比较高了。大灯的高度可以调整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的大灯的高度。好，这是近灯，好，这是远灯。为什么看起来好像一样高？近灯的话，它是有一个水平切线，应该有看到吧？有看得到，对，有个切线那它。这种远灯的话，它是利用闪光的原理，它会往上闪光。所以你有发现你的手那边就会有远灯的灯光。好，那近灯的时候，它水平切线以上是不会有灯的。有，很明显。远灯就有闪光。有所以往上闪射的效果。了解了，所以它近灯、远灯它的投射主要亮的范围是差不多的，只是差在远灯有多一个闪光。对，会往上照射的闪光。理解。好，那我会觉得远是因为我在骑的时候啊，就是都会射到人家那个后面挡风玻璃上面。对，当然光近灯不行啊，近灯如果已经照到人家后照镜啊、挡风玻璃，那就太高了。好，那麻烦小赖帮我们调一下吧。我现在先从左下角这个调整螺丝，先把大灯把它往下调整。有当然在移动，有看到吗？有，缓慢的下降。对。那现在从轮胎上面看到我们的大灯，往下降的范围大概就有3到5公分。那这边其实大灯的右上角呢，这边有一个调整螺丝，是。这边有一个调整螺丝，左下角这边有一个调整螺丝，是。那大灯的这个斜对角调整螺丝呢，它在调整就是整个照射面比如说这是大灯的一个照射面，那斜对角调，也就是左下角我们在往下降的同时，其实它会有点偏左下。那右上角呢，你把它往后拉，当然它就是有点往上，偏右抬高。那当然，当我们只调整左边是往下调整没有错，但是大灯会微微的偏左，那可以再利用右上角的调整螺丝，再把它往右偏正回来。基本上调整的时候，它都会以上下调整量比较大，左右位移量会比较少一点。理解。那当然，如果我们今天在晚上出去看路测的时候，确实有偏左的时候，我们再用斜对角的螺丝再把它调整校正回来，中间就可以。好，所以你目前看这样的角度是就 OK 的。对。小赖还有一个东西，我觉得我很不好用，就是这台车回来，我发现它的离合器啊，要放得很远，它才会走。那这个离合器到底一般我们在调，一般都是调这边嘛？对。那到底是调这边好呢，还是调这边好呢？有什么差异呢？可以帮我们讲解一下吗？其实你调上面这里跟调下面这里，它的意义是一样的，意义是一样，只是说这边让你们骑士比较方便，用手就可以去做调整，因为下部这里呢需要工具。那所以这边都通常是我们技术安装人员在安装的时候，先做一个大步的调整。那上面这边才是让你们骑乘者去做微调使用。好，这边调整螺丝，其实它也剩一点点的距离，可以让你再稍微近一点。那当然，如果还不够的话，那就要从下面去做调整。对，只剩1圈而已。那所以这里的可以调整的量已经没有了。是。那如果当这边已经没有了，可以调整到你喜欢的位置的时候，那就必须调下面。好。那下面那个调是什么原理啊？其实就是在调整所谓的钢索外套的长短。这个中间这个钢索呢，它的总长度是不变的，但是可以调整的是调整钢索的这个外管。外管我们利用外管的伸长或是缩短，让这个钢索拉的行程变多或是变少。OK。对，当然你希望是近一点，其实也就是我们拉离合器呢拉的比较少。是。对，但是这有一个前提要注意，调整离合器这个间隙呢，如果拉的太少，会造成你离合器压板它没有完全的拉开。那就会造成一个半离合的状态。所以人家讲的烧离合。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会发现你原地在
换挡或者是原地，最重要就是在找空档哦。最常遇到就是原地找空档，没有办法找到空档，不好找。不好找空档哦。一档要勾不起来，出大一点力变跳二档，是二档轻轻踩不下去，但是再踩大力一点又跳一档。哦，那这种状况就是离合器拉得太少。哦，对，所以太近，当然有一个要注意一个缺点，不能调到原地打空档，没办法找。哦，那就不行，那就要再调远一点，哦，让离合器拉得多一点。那我们一般人我们不懂的，要怎么从外面去判断说它到底调的是不是 OK 的呢？其实，如果当离合器全部放掉，在没有拉离合器的状态之下，对这个离合器拉杆的这个摆臂啊，它当然要有一点自由间隙，也就是你手都还推得动这一点点间隙是要有的。那如果当你拉得过紧的时候，那变成说你离合器全放的情况之下，有拉到离合器，那就会造成你在离合器全放的状态下，会造成离合器没有完全放开，那就是半离合的状态。所以这个就不会有那个间隙，就完全不会有间隙，而且拉得非常紧。哦，所以用这个我就可以去推，就可以判断说它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。对，太紧就不正常。哇，各位这样学到了吗？这蛮重要的哦。从这个手去碰呢，就可以判断说这个离合器调的是否正确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把它放松还是拉紧？离合器线的外管呢，我们把它变短一点，我让你上面可以自己调整的那边呢间隙让它变多一点。哦，对，因为刚刚上面的间隙只剩一点点的。对，我现在让你先把上面的间隙变多，我们再调整你想要远一点或近一点。那现在我下面调整好了，你现在变得很松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刚刚前面这边只剩一点点，是，我已经全部调近了，但是你的距离还太多。对。那下面调整好，现在这里距离就已经很松了。变太近。对，就已经非常近了。对。那当然要调整的，这边就变已经很多可以调整，因为现在已经最松状态了。是。那当然，现在的咬合点就已经很近了，很近。但是要测试一下原地空档好不好找？好，那没有问题，很好找。那这样的距离是可以的。好，现在换我来试看看。我觉得刚好很好找那如果我用二档把它变空档，看好不好找？也好找所以这样就 OK 了，酷哦，小赖太厉害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测试也调整好了，那记得这个固定螺母这外面这个大螺母要把它锁紧，往内锁紧，把它固定起来，避免它因为骑乘震动的时候会自己去旋转。小赖，那请问一下，这个间隙啊，每个原厂规范不太一样，所以这个间隙就是主要就是要至少多少以上呢？前面这个松的至少间隙要有3 mm 以上。如果没有任何间隙，就表示刚刚你讲的下面那个地方就会整个卡死，就是拉过头，也就是放离合器的时候，其实离合器没有全放，造成还有在拉离合器的状态之下，这种就是所谓的半离合，就会变成烧离合器。烧离合器，所以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判断这个基本的判断。对，就是前面这放掉之后的这个自由间隙，没有任何压力的这个间隙。感谢刚刚小赖帮我们讲解这么专业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懂？如果没有听懂没关系，还是找专业的就对了。对，好，那最后再请小赖帮我们这台车外观稍微总体检查一下，好，那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还要特别注意的，或是保养的地方。好。链条有点松，等一下链条再稍微帮你调紧一点。OK， 那其他部分差不多 OK 的吗？其他部分看起来都非常的漂亮。哇，对。OK， 感谢今天小赖又好好帮我们检查这台车，让我们下一辆车主买回去呢可以更放心啦。我不确定这一集出来的时候这台车卖掉了没，因为我前面卡蛮多片的。那这台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私讯我的官方 LINE， 我把链接放在下方。那这台车买回去，你们绝对可以骑得很久，因为这台车真的太漂亮了。3年多的车才骑6000多公里，而且是全原厂保养。那这台车回去你们放心啦，可以好好的环岛啦，环岛。小赖认证，回去直接环岛。你怎么知道我要环岛？今天12月5号，我12月13、14、15要环岛。是该出发了。好，我努力剪片一下，不晓得是这部片先剪好，还是环岛片先剪好。OK， 那最后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